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非常感谢大家。 It's a big day, a beautiful day. 今天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One of the great days 美好的一天， ever in civilization. 甚至有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一天。几百上千年来的问题，我们现在至少已经非常非常接近解决了。 At least we're at a minimum very, very close. 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非常接近这个程度。我要感谢内塔尼亚胡，他积极参与并完成了他的工作。 Worked well together. 我们合作得很好，就像我们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整个问题。我不只是在说加沙， 加沙是一方面，但我们讨论的远不止加沙， Much beyond Gaza. 而是整个协议， Whole deal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也就是中东和平。 in the Middle East. So today is a historic 今 day. 天对和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And I have just concluded an 我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刚刚结束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议题，包括伊朗、贸易、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最重要的是， and most 我们讨论了如何结束加沙战争。 war in Gaza, but it's just a 但这只是更大蓝图的一部分，也就是中东和平，我们称之为中东永久和平。 and let's call it eternal peace. 所以，这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我从各个国家， Far more than anybody 特别是中东国家、以色列周边国家和以色列邻国那里得到的支持， in the Middle East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and neighbors of Israel has been incredible. 每一个国家都给予了支持。今天下午， This afternoon, after 在与我们在整个地区的朋友和伙伴进行了广泛磋商后，我将正式发布我们的和平原则。 peace, which 我必须说， liked, I must say, 人们真的很喜欢这些原则。 just routine. 这些原则不是例行公事，而是经过充分考虑，并与我们所谈论的国家合作制定的。 Nations 所有这些国家都为这些建议做出了贡献。 made contributions. 我要感谢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在制定该提案时给予的巨大支持， Tremendous 以及我们在欧洲的许多盟友，欧洲也积极参与其中。许多欧洲领导人给我打电话， has been very much involved.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问：这是真的吗？你们真的要在中东实现和平吗？这是我们听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the most 有些人认为这是他们听过的最伟大的事情，他们打电话来只是想确认这只是谣言 Was it just a rumor, 还是 or 真的 is it 达成了 actually-。然后他们问：你和阿拉伯领导人谈过了吗？ Spoken to the Arab leaders. 你和所有其他我们必须争取的领导人谈过了 A 吗？ lot of people involved in this one. 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件事，我还要感谢内塔尼亚胡总理同意这项计划，并信任我们。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就能结束我们多年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 That we've seen for 所 so 看 many 到的 years, 死亡 decades, 和 even 破坏， centuries. 并为整个地区 Begin a 开 new 启 chapter 安 of 全、 security, peace, and 和平 prosperity 与 for the 繁荣的 entire 新篇 region. 章。 And I want to 我想说，我和这么多国家进行了会面和对话， dialogue that we had with 比如沙特阿拉 so 伯， many countries. 他们的 Saudi 国王 Arabia 是个非常杰出的人，还有卡塔尔的元首， phenomenal person.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人。 He's a 阿联酋包括 MBZ 和 ABZ， 我们都充分的参与其中。 MBZ and ABZ. 我们一直在和这些人打交道， We've totally 他们也 involved 积极参与到这次谈判中， we've been dealing with and who've been actually very much involved in this 给我们提供他们可以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方案。 live with things they can't live with. 情况非常复杂， Complex. 毕竟经过了2、3千年或者更久， 1,000 years, whatever. 我想情况肯定会有点复杂， Complex, or it would have been done a long time ago. 不然早就解决了 The。King of Jordan was with us. 约旦国王和我们一起在联合国开会，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我的朋友， Turkey, 他很强硬， is a friend 但 of 也是个 mine, 很好的人。 strong man, but 还有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 of Indonesia,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 leader, 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Prabowo, 他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我提到的这些人， respected. 我们大多数都在一起， He was in the room with us. 其他人则是通过电话或第二天联系的。 These people that I'm mentioning 巴基斯坦总理和陆军元帅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在一起， stay. 真是太棒了。 Minister and the field 事实 marshal, 上， Pakistan, 他们刚刚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完全相信这项协 right 议。 from the beginning, incredible. 就在我走动的时候， They just put out a statement 声明 that 出 they 来了。 really believe in this 他们说， pact. It just came out 先生， just as I was walking around, they 我们 said 收到了来自巴基斯坦总理和陆军元帅的重要通知， the Prime Minister of 他们 Pakistan and 100%支持这项协议。 Field Marshal that
还有非常棒的埃及总统塞西，这些都是我多年来认识的人。我想说，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然后到了2016年，我正式开始担任总统，但我实际上认识他们很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人。我不能说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是伟大的人，也有一些伟大的女性，但他们大多是男性，我得这么说。但如果哈马斯接受这项提议，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72小时。所以人质们要回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甚至不喜欢说这些，听起来不太对劲，但这对父母来说太重要了。我相信几乎所有情况下，那些年轻人的遗体也会立即被送回来。我见过那些父母，他们迫切希望要回他们已故儿子的遗体，就像他们的儿子还活着一样。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意味着立即结束战争，不仅仅是加沙的战争，而是整个战争。根据这项计划，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已经承诺，其中许多是书面承诺。但我相信我提到的那些人迅速实现加沙非军事化，解除哈马斯和所有其他恐怖组织的军事能力，立即执行。我们依靠我提到的那些国家和其他国家来对付哈马斯。我听说哈马斯也想完成这件事，这是件好事。摧毁所有恐怖基础设施，包括隧道和武器生产设施。他们有很多我们正在摧毁的生产设施。我们现在讨论的地区的警察部队，特别是加沙及其周边地区的警察部队，也将得到训练。通过与加沙新的过渡权力机构合作，各方将商定以色列军队分阶段撤军的时间表，他们将分阶段撤军，希望不再有枪击事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中，应该允许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有机会履行他们处理哈马斯的承诺。他们必须处理哈马斯，因为他们是我们尚未处理的唯一一方。我没有和他们打交道，但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将与哈马斯打交道。我相信他们已经在那里了。我认为他们可能已经达成谅解，也许他们没有提到，但我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了，否则他们不会走得这么远。如果他们做不到，以色列绝对有权，而且我们美国会全力支持。马可·卢比奥也在这里，我们的很多领导人也在这里。我们伟大的副总统 Susie Wild、Steve Witkoff、Jared Kushner 等人都深度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不认为有其他人能做到，甚至接近做到，但是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我想你们大概可以说，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如果你真的深入研究，如果你回溯历史，如果你是个学者，你会说这是几千年来第一次，以色列会得到我的全力支持，去完成摧毁哈马斯威胁的任务。但我希望我们能达成和平协议，而且如果哈马斯拒绝这项协议，这总是可能的，他们就是唯一剩下的阻碍者。其他人都接受了，但是我感觉我们会得到一个积极的答复。但如果不是，你知道的，内塔尼亚胡，你会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去做你必须做的事。大家都明白，最终的结果必须是消除该地区面临的任何危险，而这种危险是由哈马斯造成的。
恐怖主义的暴政必须结束，这又是我们所期待的。这是永恒的，这是永远的。为了确保这项努力的成功，我的计划呼吁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监督机构，我们称之为和平委员会。和平委员会，一个很美的名字。这个和平委员会将由一位绅士领导，不是我要求的，相信我，我非常忙，但我们必须确保这件事成功。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以及所有相关人员都要求我来做这件事，所以他将由一位被称为唐纳德·川普总统的美国绅士来领导，我也很愿意。虽然要做额外的工作，但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去做，我们会把它做好。我们会让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些非常杰出的领导人加入进来，我们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想加入这个委员会，他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还有其他人，未来几天会公布他们的名字。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委员会，现在每个人都想加入，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他们提名我有关。其他人也想加入了，我想他们觉得他很好说话，很容易打交道。委员会将与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合作，负责招募和培训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政府将由巴勒斯坦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素质专家组成。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将不会在委员会中发挥任何作用，他们也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加沙的治理。你们知道，成千上万的哈马斯领导人和士兵已经被击毙，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0月7日。但成千上万的人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是时候找回我们的人质，并开始努力建设一些真正伟大和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今天的会议上，内塔尼亚胡总理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巴勒斯坦国的反对。他不断地提到10月7日，我理解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我理解并尊重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但他今天所做的事情对以色列来说非常好。我注意到，在以色列，他们总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我的名字，他们不知什么原因喜欢我，我不知道。但他们确实喜欢我，但是他们说了2件事：请把人质带回来，请结束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就是受够了。所以我认为你做的事情非常受欢迎，因为他是个战士。他不懂得恢复正常生活，但他是个战士。以色列很幸运拥有他，但现在人们想要恢复和平，他们想要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正常。有几个国家愚蠢地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你们知道。我们的一些欧洲朋友、盟友都是好人，但他们这样做，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厌倦。几十年来，他们当总统和首相已经很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谈论中东问题，他们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事情。他们希望看到局势恢复稳定。没有人比我和内塔尼亚胡更希望这样了。以色列人民想要达到这一点，他们真的希望达成。他们想要人质回来，这包括可能已经遇难的32具遗体，20人还活着，大约32人已经死亡。他们想要和平，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哈马斯是巴勒斯坦人民选举出来的，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以为他们可以和平相处，还记得吗？很久以前，他们撤军了，他们说你们拿去吧，这是我们为和平做的贡献，但那并没有奏效，结果与和平背道而驰，他们撤走，他们让巴勒斯坦拥有了那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说这听起来不像一笔好交易。作为一个房地产商人，我的意思是，以色列人放弃了海洋，对吧？他们放弃了海洋，他们说谁会做这笔交易，但结果仍然没有奏效。实际上，以色列非常慷慨，在很多方面，他们放弃了中东最壮丽的土地。
他们说，我们现在只想拥有和平，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尊重。哈马斯没有为巴勒斯坦人建设更美好的生活，而是转移资源，建造了超过400英里的隧道和恐怖基础设施、火箭生产设施，并将军事指挥所和发射地点藏在医院、学校和清真寺里。所以，如果你去打击他们，你甚至不会意识到，最终会摧毁一家医院、学校或清真寺。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非常糟糕的战斗方式，没有战争是好的，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所以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非常多，我见过很多。我希望巴勒斯坦人能够承担起自己命运的责任，因为这就是我们正在给予他们的，我们正在给予他们对自己命运的责任，完全谴责和禁止恐怖主义，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更光明的未来。他们不想要过去那样的生活，他们在哈马斯的统治下生活困苦。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完成我在2020年和平愿景中提出的改革，他们只能怪自己。我们正在给予他们一片令人惊叹的土地，他们也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很棒的领导人，他们建立了伟大的国家，非常富有的国家。巴勒斯坦人的未来会怎样，没有人真正知道。但我们今天提出的计划专注于立即结束战争，找回我们所有的被绑架者，拿回一切。这些说出来都难以置信。我们还要为以色列持久安全和巴勒斯坦人的成功创造条件。以色列的安全将会参与其中。我们会帮助你们，在安全方面与你们同在。我们想要确保它能行得通，只是想确保它能行得通，不应该再有枪声响起。当然，我想还是会有的，因为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但不应该在几天之内再有枪声。也许永远都不会有，那不是很好吗？我希望如此。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个地区的领导人认为很有可能实现。所以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协议将会带来可持续的长期和平。历史上没有哪位总统像我一样是以色列的挚友，更不用说我还促成了亚伯拉罕协议。我喜欢这么说，他们称之为阿伯拉罕，我会说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感觉更好听，更优雅。亚伯拉罕协议非常了不起，贾里德，你和你的天才团队一起完成了它，没人认为这能做到。我们有4个国家，而瞌睡桥拜登什么都没做，他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本应该把他们整合起来，但我认为这件事也会促成他们的整合，谁知道呢？也许伊朗也能加入。我希望，我们期待，我们希望能够和伊朗和睦相处。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持开放态度，我真的相信，但他们可以成为成员。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敢打赌，在某个时候，伊朗会成为协议的成员，而且我没有意识到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我们用 B-2轰炸机完成了一次转变。我认为他们很可能在那里，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来说是件大好事。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首都，我在耶路撒冷开设了美国大使馆，这是每个人都说永远不会做，也永远不可能做的事情。实际上，几乎每一位总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几十年里都会在竞选中承诺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竞选中承诺，对吧？对吧？每个人都这样。当他们上任后就没下文了。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因为这太不容易了。当我上任时，我也在竞选中承诺过，我说我们会实现的。然后我接到了来自各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他们说，请不要这样做，请不要这样做，这会毁了整个世界，请不要这样做。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就做了。人们在我做之前就给我打电话，因为他们听说我要这样做，各国的领导人都在给我打电话。我想我是星期4做的这件事。
他们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每天3、4次的给我打电话。我说，告诉他们我星期五会给他们回电话。我在星期四宣布了这件事，然后我给他们回了电话。那些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他们说你已经做了。我说做了什么？你已经将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的首都。我们想劝你不要这样做。我说我真希望你们早点给我打电话，也许我还能做些什么。所以这比争论容易多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结果证明这太棒了。每个人都认为这会导致世界末日，对吧？世界末日，他们是这么说的，但什么也没发生。这只是让我兑现了承诺，而且这对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来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我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并且我削减了对腐败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纳税人资金。在联合国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你们知道，几天前他们介绍我出场，女士们、先生们，美国总统。我看着我的提词器，结果它坏了，彻底坏了，它就在这儿。我有一篇很长的精彩演讲要发表，我站在后面，离他30英尺远。然后我说他们正在介绍我，但提词器上什么都没有，但我还是做了演讲，而且反响还不错。你们觉得拜登能做到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有太多人能做到，但实际上那更像是一场发自内心的演讲。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的话，我认为他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好，因为他发自内心，必须要发自内心，否则你会有大麻烦。但我削减了对那个非常腐败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纳税人资金，没人认为这会发生。而且我还退出了由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和拜登强加给以色列的可怕的伊朗核协议。不过我不认为拜登知道这件事，我不认为他现在知道任何关于这件事的信息。真的，如果你问他，他会说那是什么？我们摧毁了伊朗的核浓缩能力，使他们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他们当时可能还有2个月内就会拥有核武器了。但我从未要求以色列牺牲其安全。我们进行了一次重要而有力的谈话。没有人比唐纳德·川普对以色列更好。没有哪位总统比唐纳德·川普对以色列更好。我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有力的谈话。他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历史已经证明，以色列人民想要和平，中东人民也想要和平，以色列的敌人也想要和平。但以色列现在实际上没有太多敌人，你们知道吗？许多国家，包括我，都非常尊重以色列，尊重他们的战斗方式，尊重他们所做的工作。无论如何，我一直很尊重他们。但他们的确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的国家都发展繁荣，而那些致力于摧毁甚至消灭以色列的国家，这衰落了，他们的情况并不好。以色列不会消失，他们将与该地区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共存。从叙利亚到黎巴嫩，再到沙特阿拉伯，一个崭新的中东的希望已经触手可及。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接近真正和平的一次，不是虚假的和平，不是政治上的虚假和平。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难题，那么这个广阔地区的所有人都会迎来无限的机会。这是一个广阔的地区，机会是无限的。亚伯拉罕协议表明，所有国家在沟通、合作和拥抱新机遇时都会变得更好。我希望库什纳、史蒂夫、苏西、马可和万斯，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我希望你们能努力促成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因为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借口了，他们不再有任何借口。之前有些人犹豫不决，但我必须说，率先加入的4个国家非常了不起。这对他们来说效果非常好。同样，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今天早些时候，我们朝着该地区进一步的理解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久前，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卡塔尔的阿勒萨尼首相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通话。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所以呢，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棒的谈话。
我在电话里，内塔尼亚胡也在，卡塔尔的首相阿勒萨尼也参与了。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坦诚的对话。我认为那是一次很棒的对话，富有成效，具备了促成成功的各种要素。我要感谢内塔尼亚胡，也要感谢卡塔尔首相。这太棒了！我们同意启动以色列、卡塔尔和美国之间的正式三边机制，以开始对话，从而加强共同安全、纠正误解，并避免未来的疑虑。我要感谢卡塔尔及其领导层和元首，我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知道，我将成为他的公关，因为我对他的了解与很多人不同。但他渴望和平，他希望看到和平，他的人民也一样。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作为调解人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还需要争取哈马斯。但我认为他们能够做到。现在是哈马斯接受我们今天提出的计划条款的时候了。而且现在的哈马斯与我们之前打交道的哈马斯不同了，因为大概有超过2万人被杀，他们的领导层已经被消灭了3次。所以你现在打交道的人确实和过去4、5年里打交道的人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努力，并且带着诚意来到了谈判桌前。我们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伙伴已经完全准备好挺身而出，履行他们为加沙人民和整个地区谋福利的承诺。他们愿意挺身而出做很多事情。确实如此，有很多优秀的人参与其中。每个希望结束这场暴力和破坏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呼吁哈马斯接受这项极其公平的提议，这样我们才能结束战争，立即接回我们的人质，并实现永久和平。我期待与所有人建立关系。作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将参与其中。我们将与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会面，他们将在那里工作，以确保我们没有白白浪费时间，达成一项无法完成的协议。建设和平的任务绝非易事，这些都是世界上最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才会持续了这么多个世纪。但有太多的生命危在旦夕，不能不去尝试。而这次不仅仅是尝试，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当几乎每个国家都参与进来时，这件事就能完成。这些都是非常强大、非常有钱的国家，而金钱可以促成事情的发生。很多国家尝试了，但他们没有钱。这些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他们可以促成事情的发生。因此，我们将共同为所有人，包括以色列，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充满希望的未来。我要感谢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合作，我要感谢所有的领导人、国王、元首、总统和总理。我提到过的那些人，与他们合作非常棒，而且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从我们去联合国前几周开始，我开了几次会，再去联合国前几周，我们举行了一些非常棒的会议，一切都水到渠成，每个人都想参与其中，没有人说我们不想参与其中，情况恰恰相反。我告诉你，几年前、1年前，我认为我们不会有这种程度的参与。副总统先生，对吧？我认为我们不会有，这太令人惊讶了。参与度是100%，每个人都想参与其中，而且每个人那些非常强大的国家，每个人都希望它成功。所以，内塔尼亚胡，祝贺你！坦率地说，我认为这将是你最伟大的成就。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认为会很顺利，这将是你们最伟大的成就。我非常感谢你们能来这里，谢谢。请发言。谢谢，谢谢。总统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再次在白宫热情地接待我。其次，我要感谢您的友谊和领导力，从耶路撒冷到德黑兰，从戈兰高地到加沙。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我多次说过的话。您是以色列在白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朋友，总统先生，您我都清楚，没有人能与您相提并论。
当您专注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同时，您在海外的领导力也在让世界变得更好，结束战争，促进和平。我相信今天我们正在朝着结束加沙战争迈出关键一步，并为在中东地区乃至中东以外的重要穆斯林国家显著推进和平奠定基础。我支持你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该计划实现了我们的战争目标，将把我们所有的人质带回以色列，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和政治统治，并确保加沙永远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没有我们那些英勇士兵的勇气和牺牲，我们不可能达到这个转折点。他们像雄狮一样战斗，保卫以色列人民。他们站在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前线，总统先生。当我们两国并肩站在一起时，我们就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几个月前，在雄狮崛起行动和午夜铁锤行动中，我们对伊朗的核弹道导弹项目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您大胆决定派遣 B-2轰炸机，使该地区和世界更加安全。现在，在您的领导下，我们正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以赢得战争并扩大和平。您的计划与我国政府为结束战争和哈马斯之后的加沙设定的5项原则相符。每个人都在问你们关于哈马斯之后的计划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内阁已经通过我们所有的人质，包括生者和死者，都将立即返回家园。哈马斯将被解除武装，加沙将非军事化。以色列将保留安全责任，包括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安全区。最后，加沙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事管理机构。该机构既不由哈马斯管理，也不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总统先生，如果哈马斯同意您的计划，第一步将是适度撤军，然后在72小时内释放我们所有的人质。下一步将是成立一个国际机构，负责全面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并将加沙非军事化。总统先生，我非常感谢您愿意领导这个机构，我真的很感激，因为您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件事非常重要，这件事非常重要，这件事也反映出您能给大家带来信心，确保所有承诺都能得到落实。我认为您亲自负责这件事，对确保一切都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有很大帮助。如果这个国际机构取得成功，我们将永久结束这场战争。以色列将根据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的程度进一步撤军，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留在安全区内。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正在给所有人一个机会，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这件事。这样就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我们所有的战争目标。但是如果哈马斯拒绝您的计划，总统先生，或者他们表面上接受，然后又想方设法地反对它，那么以色列将自己完成这项工作。这件事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完成，也可以用困难的方式完成，但无论如何都会完成。我们更倾向于简单的方式，但它必须完成。所有这些目标都必须实现，因为我们不能让哈马斯继续留在加沙，一次又一次地用这些可怕的屠杀来威胁我们。
我们不能让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白白牺牲。总统先生，您在联合国明确表示反对承认巴勒斯坦国，这让我感到鼓舞。在10月7日之后，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是对恐怖分子的奖励，会破坏安全并危及以色列的生存。对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我赞赏您坚定的立场，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若不经过彻底和真正的转变，就不可能在加沙发挥任何作用。在您2020年的和平计划中，您刚才也提到了，您明确了这种转变的要求。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也不是走过场，而是一种根本的、真正的和持久的转变。这意味着停止按杀戮付费的行为，改变向巴勒斯坦儿童灌输仇恨犹太人的有毒教科书，停止媒体煽动，停止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的法律战，承认犹太国家以及许多其他的改革。您应该不会感到意外，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不相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会改变其本质，但您的计划并没有等待这种奇迹般的转变，而是为未来几年加沙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届时，加沙将由致力于与以色列实现真正和平的人管理，而不是由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我认为这不仅会是加沙的新开端，也会是整个地区的新开端。在您的领导下，我们可以重新激活，我也可以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们可以重新激活亚伯拉罕协议，希伯来语原文就叫亚伯拉罕协议。不管你们怎么称呼它，在您的领导下，总统先生，我们可以重新激活5年前我们缔结的亚伯拉罕协议，我们可以将它扩展到更多选择温和而不是极端主义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机会，这并不容易，过程会很艰难，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成功了，您说的完全正确，我们将开启人们甚至不敢想象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我们敢于梦想。正如您，川普总统多次向我和全世界说过，记住10月7日，要记住10月7日，我们会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0月7日的恐怖。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它不再发生。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的敌人们已经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攻击我们的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与我们合作的人则能促进其人民的进步和安全。川普总统刚才也说了，圣经里也写着：祝福你的人必蒙福，诅咒你的人必被诅咒。这实际上正在发生。我们想要祝福。我认为在过去的2年里，我们为结束诅咒做了很多，我们还没有完成。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来结束诅咒。我要感谢您的整个团队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我特别要感谢史蒂夫·维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为促成以色列和该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所做的不懈努力。我非常感谢他们2人的工作。今天我们通了电话，只是为了澄清一下。我对卡塔尔首相说，以色列的目标是恐怖分子，而不是卡塔尔。当然，我们对卡塔尔公民的丧生感到遗憾，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非常感谢川普总统提出成立由美国、以色列和卡塔尔组成的3方机构，以解决各自的不满。确实存在不少不满，但如果我们能尝试减轻这些不满，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最重要的是，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优秀的团队以及许多帮助者，我要感谢你们。总统先生，历史已经证明，
在您的领导下，以色列和美国能够改变中东的面貌。今天，我希望您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能够再次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越快越好，这将解救我们的人质，结束哈马斯在加沙的暴政，并为我们地区的人民带来更加安全和繁荣的未来。总统先生，谢谢您。愿上帝保佑美国，愿上帝保佑以色列，愿上帝保佑我们两国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盟。我还要用希伯来语补充一句，希望我们大家都被铭记在生命之册上。谢谢。非常感谢你，比比。所以在我们等待这些文件签署，让大家都准备好之际，我认为现在提问可能不太合适。正如你们所知，我稍后将会见几位民主党人，讨论国家大事，讨论如何维持我们国家的开放。他们需要做些事情，因为他们的想法不太对我们国家非常不利，所以我们看看情况如何。但今天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历史性的，非常了不起。比比，我想这取决于你。在我们等待签字、等待许多相关国家批准之际，我们可能不应该接受提问，或者你想接受一两个问题吗？也许可以找一位友好的以色列记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这非常非常困难，总统先生。我想我还是听从您的直觉。我们未来会有足够的时间回答问题。现在让我们先解决问题。我也觉得是，非常感谢大家，谢谢。